第一次刷到谭健次在婺源飞瀑前献唱的视频时，我整个人是微微一愣的。不是那种被特效或高音砸中后的惊艳，而是一种原来音乐和山水真的能长在一起的恍然。你别说，如今演出形式五花八门，从体育场到海边悬崖，从废弃工厂到摩天楼顶，但真正把舞台搬进自然腹地，还不显得刻意甚至违和的，实在不多见。这次婺源之行，与其说是一场商业性质的视听呈现，不如说是一次借景抒情的艺术实验。江南的山水本就自带千年滤镜，加上他那一嗓子，直接把诗意拉到了触手可及的距离。我个人一直觉得，真正的好音乐不该只待在隔音棚或者打光灯下，它得能听见风声，看见水花，触到泥土的温度。而这一次，谭健次偏偏就做到了，而且做得克制又从容。婺源的山水历来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，但一连飞瀑落青山这句，落在实景上才懂什么叫字字有分量。你站在峡谷边缘，看那水从高处倾泻而下，撞在岩壁上碎成漫天白雾，又顺着山峰轻轻散开，落在青苔覆满的乱石间，那种清幽感是任何人工造景都模仿不来的。我每次去江南，总觉得那里的山不是用来征服的，是用来读的，水也不是用来观赏的，是用来听的。珠帘般的瀑布垂落，清风裹着水汽扑面而来，那一刻连呼吸的节律都会不自觉地慢下来。说实在的，现代人早就习惯了用 KPI 衡量生活，用秒表切割时间，却忘了自然本身就是一种慢哲学。婺源的飞瀑不赶进度，它只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流淌、跌落、蒸发，再凝结成云。这种从容，恰恰是今天最稀缺的精神补给。你细品，这哪里只是风景，分明是一面镜子，照出我们内心早就该停下脚步，好好喘口气的角落。我个人特别喜欢这种不讨好的自然态度，它不迎合流量，也不急于被打卡，只是安静的存在，却足以让人重新学会凝视。再说回谭健次，很多人认识他是通过荧幕上的角色，或是唱跳舞台上的精准卡点，但这次在飞瀑前的开嗓，真让我重新丈量了他声音的纵深。没有华丽的灯光矩阵，没有复杂的机械舞美，就一支麦克风架，一身素色衣装，站在山谷里，声音却像水一样，顺着岩壁一层层漾开。它的音色本来就带点清透的底色，这次在天然混响的加持下，少了工业化的过度修饰，多了几分人声与天地对话的真诚。我挺佩服他这次演绎的克制，没有刻意拔高音去炫技，也没有用泛滥的情绪去煽情，而是让声音跟着水势走，时而低回如暗流，时而扬起似飞沫。说句实在话，现在不少歌手一上台就恨不得把所有技巧全砸出来，生怕观众听不出专业。但真正高级的表达，往往是懂得留白。谭健次这次的处理，就赢在知道何时该收。你听他唱到某些长音时，不急着推上去，反而轻轻拖住，让瀑布的水声自己补上后半句。这种默契，不是排练室里能磨出来的，是心静下来之后，自然长出来的呼吸感。我个人一直认为，音乐的最高境界，从来不是我唱给你听，而是我陪你一起听。他这次没有试图用音量压过自然，而是选择与风声、水声同频共振，这种谦卑反而让声音有了穿透时间的力量。其实把音乐放在自然里唱，听起来浪漫，做起来却极难，稍不注意就会沦为风景 MV 配人声的生硬拼贴。但这次婺源飞瀑的呈现恰恰打破了这种割裂。你仔细看镜头语言，会发现创作团队根本没把谭健次当成唯一的视觉中心，而是把他当作山水画卷里的一笔淡墨。他站立的位置、光线的明暗过渡，甚至风掠过树叶的沙沙声，都在暗中配合歌曲的情绪起伏。这种去中心化的审美逻辑，反而让整个作品有了真实的呼吸感。我特别留意到一段，当他唱到某句词时，镜头缓缓拉远，瀑布的全貌和人影叠在一起，那一刻，人声、水声、风声，甚至远处隐约的鸟鸣，全都融进了同一个频率里。说真的，这种体验在室内场馆里是绝对复制不了的。我们总把沉浸式挂在嘴边，但真正的沉浸，从来不是靠 VR 眼镜或环绕音响堆出来的，而是当你站在那里，发现自己不再是旁观者，而是风景的一部分。我个人觉得，这次合作最成功的地方，就在于他没有试图征服自然，而是选择了融入。音乐不再凌驾于山水之上，而是成了山水的延伸。这种姿态不张扬，却格外有分量。当然，跳出演出本身，这件事之所以能引发这么多共鸣，骨子里还是触动了中国人对江南的集体记忆。江南不只是一个地理坐标，它更像一种文化母题，代表着诗意、温润、留白与从容。从唐宋诗词到明清水墨，再到今天的短视频影像，
江南的山水始终是我们精神原乡的一部分。谭健次这次献唱，配上那句“我的祖国这么美”，其实把个人情感悄然升维到了文化认同的层面。你别说，现在年轻人嘴上常挂着躺平摆烂，但真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，还是会忍不住眼眶发热。这种情感不是口号喊出来的，是脚踩在青石板上，风吹在脸上，水雾落在睫毛上时，自然涌上来的生理反应。我挺感慨的，过去我们总以为传统美学是博物馆里的标本，需要被保护、被供奉，但像这次这样的创作，恰恰证明了古典意境完全可以活在当下。它不需要被束之高阁，只需要被真诚的看见，被自然的表达。说句心里话，当我们愿意用一首歌、一段影像去记录一片山水时，我们其实也在记录自己对这个时代的温柔抵抗。在效率至上的语境里，依然有人愿意为一场雨、一道瀑、一阵风驻足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落地。我个人一直相信，真正的传承不在复刻形式，而在延续心境。回头再看这支视频，它早已不是一次简单的艺人加景点联动，而是一场关于声音、风景与心境的重逢。谭健次的歌声像一根看不见的线，把婺源的飞瀑、江南的雾气，还有屏幕前无数个停下滚动的手指，悄悄缝在了一起。你听完之后，不会急着去切歌，也不会忙着截图转发，而是会不自觉地深吸一口气，仿佛自己也站在那片峡谷里，任清风拂面。说实话，在这个什么都追求快和爆的时代，能有一支作品愿意慢下来，让山水说话，让音乐退后半步，本身就是一种奢侈。我个人一直觉得，真正的美从来不需要大声喧哗，它只需要被安静的呈现，被真诚的感受。而这一次，婺源的水、江南的风，还有那个站在飞瀑前轻声吟唱的人，共同完成了一次不动声色却直抵人心的告白。愿我们都能在某个疲惫的瞬间想起这段旋律，然后轻轻对自己说一句：原来世界真的可以这么美。